中国娱乐圈能这样的一线明星里，只有刘亦菲一个人。我有一个小感想，不知当讲不当讲，今天开箱刘亦菲。因为碰巧家里长辈相识，所以聊刘亦菲呢，这题我会啊。说实话，刘亦菲本人的故事可比黄一梅、玫瑰的故事有意思多了。咱们今天不吹不黑，以事儿讲人，和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刘亦菲本妃，从出道靠干爹的白秀珠，到今天爆款女王黄一梅。咱们一起看一下刘亦菲是怎么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里历尽流言蜚语，依然可以眼神清澈，依然可以36岁演22岁毫不违和，依然可以保持神仙姐姐那份独特的仙气儿。既然主打真实，咱们就从刘亦菲和她的干爹陈京飞的故事讲起。大家都知道，干爹陈京飞是刘亦菲演艺生涯中不可回避的人，但可能大家不知道，也正是因为陈京飞，刘亦菲才能够成为娱乐圈里谁都惹不起的真正的皇族公主。所以陈京飞到底什么来路？刘亦菲怎么看她和陈京飞的这种绯闻？当然，我下面讲的事儿是根据我生活范围内的所见所闻，仅代表我自己哈。刘亦菲的确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爸爸是武汉大学法语系教授安绍康，爷爷奶奶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医疗专家。奶奶是华中科大同济学院的领导，妈妈是国家一级舞蹈演员刘晓丽。有一说一，刘亦菲这个家庭出身的确已经超过了娱乐圈95%乃至99%的明星了。娱乐圈看似光鲜亮丽，其实大部分从业者，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家庭出身都非常底层，也没什么文化，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所以刘亦菲在这个圈子里，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特别显眼包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独特气质。这种书卷气也是因为她的家庭因素所影响，咱们后面会具体讲一些她的独特之处。虽然但是这种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比下有余，可比上呢确实会有点不足。如果孩子想进入娱乐圈当大明星呢，体制内的高知家庭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助力的。最先感受到这种知识分子局限性的是刘亦菲的妈妈刘晓丽。刘晓丽真的长得巨漂亮，刘妈妈真漂亮啊，气质很好。哎呀，我看她我可以回家了。漂亮到什么地步呢？我记得刘亦菲刚火起来那会儿，我家附近公交站的广告牌是她的广告，我专门带我妈去看这个阿姨的女儿。我妈看了以后叹口气说：“哎，没有她妈妈好看。”刘晓丽拥有绝世的容颜。所以他自然而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颜值，通过自己的舞蹈兑现更多的名利，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跃升到更好的阶层，特别是给他的孩子一个更灿烂的玫瑰的花路。这条路显然是他那个在大学搞文科的教书匠老公没有能力支撑的，因此这对郎才女貌最后分道扬镳并不令人意外。多说一句，刘亦菲的生父，武汉大学法语系教授安绍康。网传安绍康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医秘、孔子学院院长，这些都是真的。不过有一点网友可能误会了，就是医秘啊、孔院院长这些都属于外交部或者教育部在各个大学借调外语专业的专家，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安绍康并不是官员，更不是外交官，他的编制一直在武大法语系，是大学里普通的法语教师。安绍康的性格非常的内敛和低调，很温和，很安静，而且他们家真的是很 decent 的那种书香门第。刘亦菲成名之后，他爸爸从来没有在外边提起他，蹭他的热度，更没有像比如张柏芝的爸爸呀出来讹女儿的钱等等。刘亦菲的性格和安绍康真的很像，都是那种话不多，很安静，非常内敛低调的。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安静的人，性格中有很多东西跟黄一梅并不像。他还真不是那种非常热烈和非常内心炙热的那种，所以刘亦菲会让人觉得她很高冷，因为她在片场啊，在工作场合，甚至有的时候私下的时候，不太会主动的像社牛那样跟人互动。其实她并不是高冷或者耍大牌，她只是喜欢独处，喜欢自己安静的待着，不太像其他明星喜欢呼朋引伴，打打闹闹，被人围着，特别热闹。但如果你跟他讲话的话，他会非常有礼貌得体的回应你，有的时候还挺幽默的，也不管你是大明星还是谁谁谁，但不会特别的热情，也不会特别的主动。说回刘晓丽，刘晓丽不仅仅是有向上爬升的野心，她个人的综合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女生的外表是一块向上跃升的敲门砖，但是能否驾驭单靠脸是完全不行的，最终还是得看个人的软实力，比如头脑啊、谈吐啊、审美、认知、情商等等。在这方面，刘晓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她绝非一个简单的漂亮花瓶。所以刘亦菲也继承了妈妈的这一点，都是属于有头脑的美人，有头脑加上神级的颜值，这就很王炸了。
刘小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通过工作呀、社交啊，破圈结识了国内外的一些商界的精英，其中就包括陈金飞。陈金飞何许人也呢？咱们已知的啊，就是一个发际线很高、爱好文艺、喜欢漂亮小姐姐、看着有点涩涩的土豪大叔。但实际上，陈金飞可不是一般的土豪暴发户。陈金飞1962年出生于北京，他比刘小丽还小3岁。陈金飞本科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80年代上大学的都算是天之骄子，对吧？那么能上人大经济系的得是什么人？那都是家里很牛逼，自己也特别聪明努力的大学霸。陈金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邮电部当公务员，但他是完全不满足吃铁饭碗的，所以1987年陈金飞就选择了下海，和人合伙在北京开了一个名叫大通服装装饰的公司。这个公司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掘到了第一桶金，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咱们都知道80年代万元户就是有钱人，当时存款超过50万的中国人只有全国人口的0.37%，所以陈金飞的那100万放在现在那都是几个小目标。陈金飞自己在媒体里说，他能够赚到这第一桶金的原因是因为运气好。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我跟大家说啊，越是这种轻描淡写说得很玄乎的，嘴就越深。陈金飞绝对不是普通的创业老板，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咱们普通人完全不可复制的。为什么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啊，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一共有3次它的经济暴富的风口。第一次是1980年到1992年，第二次是92年到2001年入市前后，第三次是2010年之前互联网的浪潮。10几亿的人口里，包括马云在内的普通人，最多也就赶上第2波和第3波的风口。能赶上第1波风口起飞的，绝对非富即贵。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家族手里面是有权利的，而且他们可以把这个权利变现。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种种的手段，把国有资产变成个人的资本。陈金飞能读人大经济系，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第1波风口超100万，这肯定不是通过运气。所以大家明白陈金飞为什么不为铁饭碗的不要跑去下海，因为人家是真的8旗子弟出身，人家下海捞的是普通人几辈子都捞不到的金饭碗。其实那个年代，京城乃至全国的这种8旗子弟、皇亲贵胄都是这么玩的。北京城里也不止陈金飞这一个人，每天都冒出很多富可敌国的京城少爷们。汪小菲跟他们比，就真的只是个开饭馆的杂碎。小飞可以说是皇家的子弟。陈金飞1987年开始创业，1年时间内就挣了几个小目标。1988年就可以拿出70多万人民币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叫北京通产印染有限公司，然后大举进军地产界，开始用钱生钱的方法裂变出了一个超大的商业帝国——通产投资集团。到了2000年，通产集团的总资产达到了26亿人民币，净资产18亿人民币。这还不是最牛逼的，最牛逼的是陈金飞的公司喜提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第一。比如他的公司是第1家中方为私营企业的中外合资企业，第1家在北京申报的私营企业集团，第1家以私营企业名义参与政府危房改造工程的公司。陈金飞本人也以北京改革开放后第1批私营企业家身份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副会长，同时还是第1个当选为北京市青联副主席的私营企业家。咱就说嘛，这么多第一，怎么可能是白手起家、靠努力、靠运气得来的呢？陈金飞的生意里有很浓的红色资本。陈金飞在2001年中国入市前后，连同北京市在香港的国企香港金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合资成立了香港金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1家拥有证券公司控股权的私营企业。陈金飞不是普通的商人，他是可以上国家队牌桌玩资本的人。咱们就想想，这得是什么级别的大佬？是关系能够轰天到正国级的大佬。陈金飞和他的通产集团背后最大的政治靠山，就是前北京市委书记、前中国政协主席、前中共中央常委贾庆林。贾庆林这个人是一个超级大人精，他侍奉了2朝天子，依然可以屹立不倒。江泽民在位的时候，贾庆林是江的大红人，所以陈金飞跟对了大哥，赶上了超级大风口。后来贾庆林又力挺习近平上位，所以在马云这些民营企业家都被锤扁之后，陈金飞依然可以活蹦乱跳、风生水起，这才是真正大佬中的大佬。2000年，陈金飞以2.15亿美元的资产在中国首富排行榜中位列23位。陈金飞又飞到了美国华尔街，成立了美国第1凯瑞投资银行。也就是那个时候，陈金飞和已经移民到美国的刘小丽母女走得比较近。
他也看到了正处豆蔻年华的刘亦菲天仙般的容颜，所以他决定和刘晓丽一起联手，把刘亦菲打造成中国巨星。那么问题来了，陈金飞为什么愿意出钱力捧别人的女儿？她是不是母女是一夫？他年纪那么大了，我勾引他，我有病啊！陈金飞在新闻通稿里曾经澄清过，说他之所以是刘亦菲的义父，是因为他和刘晓丽是世交。这个话肯定是扯淡的，因为两个人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黑龙江人，圈子也都完全不一样，怎么个世交法，我还没有办法想象。陈金飞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刘晓丽的迷弟，特别欣赏女神的舞蹈，所以这个因为对文艺的爱好和对艺术的追求，俩人成为了挚友。大家觉得哪个版本比较可信呢？我是认为的确是非常欣赏和爱慕女神的，至于舞不舞蹈呢，这个无所谓。那么女神想让自己的女儿当大明星，作为爱慕女神已久的迷弟，陈金飞肯定得抓住机会好好表现呢，是吧？这不仅能帮女神实现梦想，而且还能和女神的家庭利益各方面深度捆绑，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点小事儿对于陈金飞来说，就是打开手机点个外卖那么简单。那很多人问了，既然大家都这么热爱艺术、热爱舞蹈，为什么不能够有更深入的结合呢？咱们前面聊到了，陈金飞并非普通家庭出身，他的家庭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接受刘晓丽母女的。虽然在法律上不能成为一家人，但实际上刘晓丽和陈金飞的关系应该说是比亲人还亲的。陈金飞真的是说到做到，像投资办厂一样，开始了刘亦菲的巨星制造。咱们一起看看陈金飞造星的手法，真的相当的牛逼，不愧是人大高材生和商业巨鳄，跟那些拿着几麻袋钞票不知道往哪儿砸的煤老板简直是云泥之别。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打造天仙刘亦菲总共分3步走。第一步，成立公司。陈金飞和刘晓丽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后来这个公司在2005年正式更名为红星屋娱乐。这个娱乐公司至今为止只有一个艺人，就是刘亦菲，大股东也就是刘晓丽和陈金飞，所以这就是专门为刘亦菲成立的经纪公司，只伺候刘亦菲一个人。陈金飞不仅是刘亦菲经纪公司的最大股东、大老板，也同时扮演着刘亦菲经纪人的角色。而且因为当年刘亦菲回国的时候是外籍未成年，所以在很多的手续信息里，陈金飞还有一个身份是刘亦菲的监护人。这就是为什么刘亦菲对外叫陈金飞义父或者是教父 Godfather。 第二步就是改名字，把刘美熙子改成刘亦菲。陈金飞可能特别喜欢这个飞字儿，所以他把当时自己开发的楼盘取名叫金飞公寓，然后又把这个飞字放在了刘亦菲身上。所以金飞地产并非是网传陈金飞专门为刘亦菲盖的，只不过是这个楼盘也好，刘亦菲也好，都是享有了飞这个名字。然后第3步就是入行，这是陈金飞出的最牛逼的一招棋，手法之专业，就像投资一样，稳准狠，高效率。陈金飞特别明白，刘亦菲当时是个没有演艺背景的素人，所以他需要专业背景背书，因此陈金飞就给当时只有15岁的刘亦菲按照外籍留学生的这个待遇塞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这个事儿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议，但是光有文凭还不够啊，还得有作品，对吧？那么通常煤老板捧自己喜欢的女明星呢，都是拿钱搭个草台班子，结果大多数都是票房铺盖，恶评如潮，拿一大把钞票把自己心爱的女神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金飞怎么操作呢？他是选择站在大导演、大制作的大船上，和已经成名的知名演员合作，而且还得是央视出品，这样品质和国民度一下子全都有了。刘亦菲之所以能够得到金粉世家的角色，官方的说法是金粉世家的制片人尤建明看到了金飞公寓的广告，对刘亦菲的颜值惊为天人，但实际上是陈金飞拿着金飞公寓的广告作为投资人找到了导演和制片，告诉他们老子特有钱，老子女儿特漂亮，你们考虑还是不考虑？大家想换做你是导演或者制片，碰见刘亦菲这么有钱这么漂亮的美女，毛遂自荐，您是考虑考虑呢，还是不考虑就她了？大家可以在评论里分享一下此刻的内心戏啊。于是乎刘亦菲就得到了白秀珠这个角色，从小透明到妇孺皆知，一部戏陈金飞就搞定了。随后陈金飞又把张纪中拉到了红星屋入股，刘亦菲之后接连出演了张纪中执导的央视版《天龙八部》和《神雕侠侣》，再加上后来的《仙剑奇侠传》，刘亦菲成了神仙姐姐，她的天仙人设家喻户晓，能够迅速上到这样的顶峰，普通人哪怕是拥有顶级颜值和天赋的章子怡，需要走多少年？而在陈金飞的运作下，刘亦菲2-3年的时间就完全实现了。人生ちょろかった。陈金飞不仅有实力可以砸钱捧红刘亦菲，
但更重要的是，陈金飞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刘亦菲，让她可以在粗俗势力的娱乐圈里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可以自由的站着挣钱，不用为了金钱低头，不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我敢说啊，中国娱乐圈能这样的一线明星里，只有刘亦菲一个人，因为她是谁都惹不起的真正的皇族，真正的公主。举个例子，前几年娱乐圈全面开始爱国，陈飞宇这些外籍演员都纷纷开始退国籍，但是刘亦菲屁事儿没有，在国籍问题上，她受到的质疑比谷爱凌都还少。所以对比一下刘亦菲的两个父亲，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他们的超能力和社会能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而在只认金钱和身体的娱乐圈，没有这种高级金身护体的铠甲，越漂亮的人越容易被人鱼肉，被人欺负。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拍电影、电视剧、杂志这些幕后的工作环境其实非常的脏乱差，就像餐馆的后厨一样，鱼龙混杂，乌烟瘴气，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和精力去跟各种的三教九流打交道。但是刘亦菲完全不用操心这些，她只需要安安静静的拍戏，拍完戏了就下班。因为干爹能够把拍戏之外的所有事儿都给他打点好，都给他铲平，可以保证刘亦菲在娱乐圈不会被骚扰，不会被欺负，不会被强迫。所以这次《玫瑰的故事》里，刘亦菲演大学生，大家都惊呼为什么这么没有违和感，而其他明星演少男少女，大家都觉得特别的装嫩辣眼睛，是因为刘亦菲身上那种清澈和明亮的仙气不是演出来的，就是她身上自然而然的是一种强大的实力呵护出来的。她没有经历过岁月的摧残，社会的毒打，她不会因为担心钱而受委屈，不必赔脸赔笑低头求人，也不必为了生存看资本和官老爷们的脸色如履薄冰。刘亦菲的这些不必，却是大部分艺人必须学会的日常技能。我比较欣赏刘亦菲的一点是，她特别拎得清自己的福气和幸运，她并不会认为这种特殊是因为自己特别厉害，所以她从来不炫耀，从来不张扬自己的这种优势。而且面对他和干爹的那些流言蜚语，他完全不 care， 也从来不争辩，特别的坦然。我有这个条件，我有这个捷径，我有这个资源，我为什么不要呢？我人生易如反掌，有什么不好呢？这就是刘亦菲的天仙哲学。好看呢、野心呢、虚荣啊，是当明星的基本条件。但是实现各种野心和目标过程中的经验、能力、心理素质、情商，才是后天需要修炼的本事。所以刘亦菲有非常好的导师，这是她的一个很幸运的地方。因为刘晓丽、陈金飞这种阶层的人，可以给她非常正确的引导和帮助，让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面对人云亦云，建立一个强大的心脏和自信。这是很多艺人都没有的条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刘亦菲的负评甚至是造谣诽谤真的非常的多。最离谱的就是宋祖德天天造谣刘亦菲是男的。大家看，他从来不会回应任何的恶评，从来不在微博上发小作文去抱怨什么，去自证什么。但是刘亦菲能够比较好的调整心态，去面对公众的揣测、误解、审视，甚至是恶意。他很早就被培养出来了一种俯视名利场的超能力。高阶层的人从来不会想着如何与低阶层的人争个高低胜负，因为他们的眼睛永远是朝上看，朝前看。所以刘亦菲和陈金飞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流言蜚语，更不会花心思花精力去反黑。而且他们知道坊间的这些八卦可以帮助刘亦菲戏里戏外保持着较高的社会讨论度。黑红也是红，流量即王道。比如这回玫瑰的故事吧，陈金飞是3大投资方之一，自己还当了个监制。很多人都说什么刘亦菲本来花木兰梦华录飞升了，脱离干爹魔掌了，结果兜兜转转还是要靠干爹，怎么就这么离不开干爹呢？但是咱看看刘亦菲，她就坦坦荡荡的和干爹继续合作搞事业啊。还是那句话，我有这个条件，我有这个人脉和这个资源，我为什么不用呢？在这种高阶层人的思维里，利益才是永恒的，利益才是让一段关系最稳定、最长久的核心要素。所以咱们现在看到和杨采钰分手后的陈金飞依然和刘晓丽继续合伙做生意，对吧？刘晓丽、陈金飞、刘亦菲现在就是成了3个超级娱乐资本合伙人。陈金飞对于刘亦菲来说，以前是帮助自己出道成名的干爹，现在是有共同利益的商业合作伙伴，他完全不需要回避，更不需要自证。正因为刘亦菲学会了这种高阶层的思维方式，不被其他的杂音所干扰和消耗，所以她在很多的访谈中能够表现出一种超人的通透和成熟。刘亦菲很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撸撸猫、看看书什么的，沉淀一下，放松一下。了解她的人都会知道，刘亦菲私下和她营业时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她私下很随性，很朴实，朴实到有时候她在外面那不一定有人认得出来。By the way， 很大多数明星其实都不怎么看书啊，所以刘亦菲有时候在拍片空隙拿本书打发时间的时候，很多明星尤其是男明星会觉得特别的自卑，觉得自己差得太远，想追天仙就是开不了口，只恨自己只知道喝酒跑车夜店打游戏。刘亦菲喜欢做真实的自己，这个特点也让她受到了很多国际大牌的青睐。为什么呢？因为除了颜值之外，在同等咖位的情况下，刘亦菲比其他人要更容易合作，她比较正常，比较不作，而其他人呢，时不时会流露出一种鸡犬升天的膨胀感。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这就是为什么刘亦菲身上自带一种仙气，一种一边风生水起，一边云淡风轻的松弛感和淡定。刘亦菲的淡然松弛还来自于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她非常有自知之明，她知道自己属于那种要演技有颜值的演员，但她很少会对此感到焦虑，也不太会去和那些天赋型努力型的选手对标比较内卷自己。但是她也不摆烂，就是既然端了这碗饭，刘亦菲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去达到导演的要求，对得起片方，对得起观众。咱们可以看到起码刘亦菲拍戏她不用配音吧，然后武打戏基本也都是自己上，这几年一部接着一部，也还是演技有所进步。之前有一期节目讲了章子怡顶级的野心，而刘亦菲恰好是这种顶级野心的另一面。刘亦菲是扮演一个围观者，你们吵你们的，我不参与，我不入局，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待着。咱们不是去比较刘亦菲、章子怡的这种人生态度哪个更好，因为他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是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的，并没有谁高谁低，谁对谁错。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这两种不同人生境遇的人，看到两种不同的处事方式，这是很有意思的。刘亦菲就是一个松弛，主打不求优秀，但求达标；不求突破，但求在舒适圈里演点我擅长的、不累人的、观众喜欢看的。反正我能力就是如此，多的没有，大家多多包涵吧。我特别欣赏刘亦菲的这种豁达。我一直觉得刘亦菲身上最仙的，真的不是她的颜值，而是这种教科书般松弛的顶级玩家的心态。这种灵动通透的松弛感，是很多东亚女性身上少有的，也是娱乐圈里极其罕见和独特的。这个角色非常有信心，是我最有信心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金庸老先生每一次见到我，他每一次都一定强烈，就是说希望我演小龙女，那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可能是她真的长得太漂亮了，家庭环境又太好了。刘亦菲的字典里真的没有争抢的概念，没有要证明自己的概念，没有一定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扬名四海的那种使命感和紧迫感。演戏当明星对于刘亦菲来说，都跟咱们一样上个逼班而已。刘亦菲的天仙哲学就是好好上班，尽快下班，能不上班就不上班。所以刘亦菲也是现在艺人里很少上访谈、上综艺的那种古墓派明星。演完戏干完活就想下班躺着，刘亦菲毫不费力躺着，但却越来越如鱼得水。可能是现在已经不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年代了，大家已经不再争着用力过猛的往上爬了，人人都在谈论躺平，内耗的精神需要被治愈。而就在此时，刘亦菲出现在了《梦华录》里，带着我们去有风的地方，给我们讲玫瑰的故事，全方位的给咱们提供视觉和心理上的舒压按摩。所以刘亦菲能够轻轻松松一个爆款接着一个爆款，人生真的是易如反掌。但回过头来看，其实天仙已经仙里仙气了20多年，这20多年她一直都是不委屈、不操心、不为难自己，精神上不受力，这就是天仙是怎么炼成的。感谢大家听我叨逼叨这么久，期待和大家在留言区交流，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你们的点赞、分享、评论会让我特别来劲。